最近，一系列数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显示中国在多项指标上遥遥领先世界，有的甚至震惊国际。这3个数字揭示了中国在养育成本、官民比例和官僚机构等方面的异于常态的状态，反映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层问题，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响。养育孩子成本全球最高， 6.3 倍 GDP 比率。2月21日，一份题为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》版显示，数据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成本与人均 GDP 之比约为 6.3 倍，远远高于澳大利亚的 2.08 倍、法国的 2.24 倍、美国的 4.11 倍、日本的 4.26 倍。这意味着中国父母需要投入超过6倍的经济收入才能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，严重超出其他国家水平。报告指出，中国如此之高的养育成本导致了全球最低的生育意愿。2023年，中国新生儿数量降至2016年的一半，已连续7年下滑。若当前趋势持续，中国人口将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女性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养育重担。为生育孩子，中国女性的有薪工作时间减少2106小时，这段时间的工资损失高达人民币 6.3 万元。此外，生育还将导致女性工资长期下降 12% 至 17%。正是养育成本高昂和两性不平等共同作用，导致中国生育率跌至世界最低水平。官民比例第一， 2.5 个人养一个官员。在分析当前官民比例失衡的根源之前，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历史数据，这能给我们更多启示。根据统计，在西汉时期，中国的官民比例曾经达到过1比7945，东汉时期达到1比7464，显示出一个官员需要供养几千民众的状态。随后几个朝代，这一比例有所上升，到了元朝约为1比2613，明朝1比2299，清朝1比911。可以看出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官员逐渐变多，压力也慢慢转嫁到百姓身上。而如今，这一比例竟直线上升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。虽然官方统计称中国官民比例为1比200，但更严谨的估计指出，实际比例约为 1.12 分，即平均12名百姓供养1名官员。这还未包括3000多万网络水军。若仅计算实际内税的劳动人口，比例则高达 2.5 亿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美国官民比例仅1比600，欧盟1比720，英国1比1500。中国的官员队伍不仅数量庞大，且持续快速增长，已经严重挤占了民众财富。正是官员过多，政府效率低下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受阻。官僚机构最为臃肿，5级政府体系比一般国家多出2级。更令外界震惊的是，中国建立了全球最为庞大和臃肿的官僚机构。目前中国实际上存在5级政府体系，比一般国家多出2级。在中国，除省、县、乡镇3级政府外，还存在着293个地市级政府，仅293个地级市1级就增加近300万公职人员。不仅数量众多，中国各级政府机构还只能交叉，权力竞争。一个地市可设立上百个委办局，成员之间不产出创造价值，却大肆敛财盘剥，严重消耗民众财富。中国官民比例全球倒数，明显高于美日等国。中国的官民比例约为 1.12 分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一些主要国家的比例要低得多。美国是1比600，也就是一个官员对应600名百姓。日本是1比1000，英国是1比1500。中国的官民比不仅高出数倍，且还在持续增长。可以说，以人口规模来看，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属于世界倒数，只能与一些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相提并论。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在中国，除了少数技术型公务员外，
大部分官员并不直接创造财富，而是依靠对百姓的税收采集进行再分配，这无疑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。一个超大的官僚机构带来效率低下和腐败。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超大的官僚机构，源于一个简单的逻辑：官员数量多，意味着可控制和影响百姓的渠道更多，进而巩固统治地位。但客观结果是，这无疑导致了严重的效率低下。各级机构职责不明不分，政策执行需要层层报批，任何变革都难以推行。同时，大量游离于实际工作之外的官员，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。公共资源无法有效利用，反而成为官员进行权钱交易的工具。据传2013年后，中国还专门有300多万网络水军，这部分人也全部靠财政供养，这无形中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事实上，这种网络水军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失衡的官民比例。一般而言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，舆论应由民间媒体和公民团体广泛参与形成，政府只需要在特定领域监管和引导。但是在中国，政府却直接参与并控制了舆论的生产。300多万水军成了政府直接介入舆论场的工具。不仅网络水军，现实中也存在大量衙门水军。这些人名为公职人员，实则不务正业，成天游手好闲，却还靠国家财政供养。据报道，在基层政府单位里，每天下班后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的3万人比比皆是。这些似是而非的公务员也严重蚕食了国家财力。与正常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这些中国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不随工作量增加，反而成为一种福利津贴。没有任何监督约束，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肆挥霍那税人的辛苦钱财。据统计，60%的政府支出用在公务员工资福利上，这其中又有60%用于各项津贴补贴。可见各级政府对那税人钱财的管理漏洞百出。雇佣大量水军的背后，还透露出中国政府的另一大问题：极度缺乏安全感。一个政权如果获得广泛民意支持，就不需要通过雇佣水军来粉饰太平。事实上，中国政府水军的存在，恰恰印证了其在民意基础上不稳固的现实。这种强迫性的舆论引导，也注定难以持久。一个稳定的政权应该来自于法治与公正，而不是靠大量公职人员维稳。不仅如此，大量水军的存在还挤占了太多社会资源。单单网络水军一项，据传就花费了数十亿国家财政。如果这些钱用于教育或医疗等民生事业，必将造福百姓。而且，水军们发布的大量假信息，也对真实的公共讨论造成了破坏，民众已难辨真伪，也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。当权者需要认识到，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，试图用权力无限膨胀只会适得其反。相反，真正稳固政权的基石应该是公正、开明与赢得人民情感。当百姓真正获得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时，他们不会轻易动摇现有政权，因为那同样是他们的政权。这才是真正持久有效的稳定之道。